向上一直交叉高过头顶，向两边打开，这是跳舞。好的，我这几个手势呢到这里，接着邀请阿静。大家好，我是阿静啊。这个在座的可能很多人都阳过了啊，但是可能很多人还没阳，所以没敢下来。这个没阳的人，他现在的心理状态就是逃避和害怕。确实，能不阳最好别阳，是吧？那我们现在就做一个逃避和害怕的手势。那一只手呢，手臂弯曲，掌心向外放在自己的额头上，另一只手，掌心向外弯曲放在一侧的反方向一侧的脸颊上。哎，然后我们特别害怕，然后我们就会向这个下面这个手臂的方向旋转腰部啊，哎呀，不要扬，不要扬，真的，对吧？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大部分人的心理啊，这就是逃避和害怕。那下面一个词呢，和我第一个词是毫无关系，完全无关。但不管是健康与否哈，或者是怎么样，就是大家都希望有一个非常好的物质条件。物质条件的前提可能是一个尊贵的身份。那什么是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身份呢？毫无疑问，肯定是国王 King。国王他有个什么特点？那西方的国王他就肯定会有一个皇冠，是不是？皇冠怎么做啊？就是双手啊，我这里只有一只手，大家看我们伙伴，双手掌心相对，掌心相对啊，然后食指并拢向上，慢慢的像一个皇冠一样，给自己加冕为王啊！我是国王了 ，I'm king 啊，这种感觉。这个国王他是继承的，他是你有血统才有的，所以大部分男生就没戏了啊，就是。但是女生可以当皇后，是吧？而且皇后还有一个词，是吧？就是也是女王，她们都是 queen， 所以说她也是个非常可以说是非常显贵的身份。她也有一个王冠呀，但是她王冠可能还复杂一些呢。她是一只手，掌心这样向一边，然后五指向上，在自己的额头两侧分别的点3下，1、2、3。可以再来一次啊！自己都是王后啊，1、2、3挺好的，大家都当王后了。王后和这个国王啊，他们会是一个，就是按照这个中世纪的这个传统，都是一夫一妻制嘛，是吧？他们会有一个后代，这就是他们的继承人。继承人岁数还没到，还不能加冕，他还没有王冠，他用什么来代替呢？不是什么来象征呢？就是他可能成年了啊，跟我一样成年了，有胡子啊，对，我早就成年，我是一个老王子，对吧？这个他是有胡子啊，他怎么代替啊？他能表示，就是像我们中国人划拳的那个8864八，这个食指和拇指展开，像个手枪的形状啊，就像那个李向阳那个驳壳枪，啪啪啪啪啪啪。放在自己的脸颊两侧，从脸颊向下滑出自己的下巴，哎，像摸自己的山羊胡子一样。你看我就有这个胡子啊，我们在场有的男生也有这个胡子啊，没有的就假装有，就是假装自己是王子了。好，这就是王子的手势。下面有请今天的最可爱的图图啊，贴合。另一只手也找到了大姐的另外的左手，两人掌心交叠，握住，定格在舞台的中间。
一如往常，我端坐在电脑前，敲击键盘，连接着世界每一个角落，信息塞满大脑。我累了，我需要休息一下。瘫在床榻上，我辗转反侧，既慵懒又放松，但是就是睡不着。突然灵感来了，我挂起一张大画布，点汇聚成线，涂抹出雾化的气体，颜料随着地心引力流淌，我画出各种点、线、面，色彩形成了一个个人，他们或高或低，或快或慢，或集中或散开。哇，太有趣了！他们在即兴舞蹈，我也冲进去，加入大家，与大家共舞，哈哈哈哈哈，太好玩了，哈哈哈哈哈。我跃出纸张，撕下美纹胶，把画裁下来，举着它贴在桌前，好好欣赏自己的这幅作品，太好玩了，太好玩了。阿金一只手指向天空甩了一下，然后重新再指向天空甩了一下。阿金的手指几乎跟建芬的拳头相碰。阿金推着轮椅滑向舞台的右侧，来到舞台的正后方，伸出一只手的手指指向前方，在前方的空气中做不规则的画图案的动作。他用手推了一下，左手推了一下眼镜框，然后开始调整他的轮椅的方向，保持右手的节奏。现在换成左手指向天空，指向地面，左手在指向观众席画了几个大圈。阿金来到舞台的左方，阿金伸出了两只手指，一边前进一边向前面或者左右两侧向前搓。阿金用手比划一个小的长方形，继续用手比划各种不同的形状。阿金五指张开，向天空做绽放的动作。他的轮椅来回在舞台的左边和右边来回前进。阿金在中间绕了一个圈，面对舞台定格，两手打开在两边，掌心朝上。现在往舞台的右前方前进，跟舞台右方的小伙伴有一个互动。现在正向舞台的左方前进，阿金靠在后背上，抬起脚，现在向舞台的中间、中后方前进，有时候抬起他的一只脚。阿金来到舞台的左方，跟建芬碰了一下手。阿金来到舞台的右方，跟小 P 拜了一下。阿金望向天空，掌心打开合掌。阿金背靠在后背上，椅子的后背上，抬起两只脚踢了两下。
慢慢后退，两手分别打开，朝向天空。阿金的舞台的中后方定格，画了一下眼睛，用指尖划出一个大的长方形，两手五指捏起来，朝着前方，来到舞台的前方，掌心朝着舞台平抹了几下。阿金一只手放在另一手的手臂上面，身体向前倾定格，小皮向我们召唤。小皮和剑锋来到阿金的两边，拉住阿金的手，来到舞台的右后方。小皮和剑锋换了一个位置，分别蹲在阿金的两边定格。他们来到舞台的左前方，两个女生单膝在地面原地绕了一个圈，以阿金为中心，直线来到舞台的右后方，原地绕圈。阿金在前方，两个女生拉着他的手在后方，半蹲的姿势，在原地转圈。阿金转向右边，再转向左边，三人回头，往舞台的后方、右后方前进，定格对着大姐。两个女生后退，拉着阿金在原地360度绕了一圈。小皮推着阿金来到舞台的中间，在舞台的后方绕了一个圈。阿金定格。
看。好像刚刚就在跟大家对视的过程，就是有的伙伴可能会有一点小尴尬。我们平时好像真的很少这样子停下来，很慢，就用看去跟对方去做交流。我最开始做这个练习的时候，我的眼睛没办法在对方那个脸上也好，眼睛上停留3秒以上，对我来说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我看的速度非常的快，就像看屏幕，然后包括走路在看路的那个样子一样，非常的着急。然后我突然想起，我外婆的一个，就是有一个故事跟我外婆相关，就可能现在回老家的时间特别的少，然后能去看外婆的时间也会少了特别的多。然后有一次我就想说，我这一次我去看外婆，我可不可以不看手机？我即便就只有1个多小时的时间，我就用我的眼睛，我去看我外婆。我尝试用我的眼睛，而不是用相机去记录下她。我去看我外婆，她的现在她的脸型是怎样的？哪个地方皱纹特别的多？又有哪一些地方好像以前没有的斑点出现？对，我真的那一次认真用1个多小时，什么都没有做就去看，去尝试用这种方式去记我外婆的样子。但走出我外婆家门的时候，我以为我1个半小时我可以把我外婆记得非常的清楚，但我走出那个家门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我什么都没记住。对，就是我会觉得我以为这是一件很理所应当，花了时间它就会留下痕迹的一件事情，但发现它不是那样子的，可能它就需要我，真的是需要平时练习，像刚刚我跟大家对视那样子，真的慢慢的去把看的这个动作放慢，把它变成日常，真的把它变成我跟对方，我跟我的朋友也好，我跟我的家人也好，互动和交流的一种方式。我是阿信，就是翟信海报上那个，海报那个就是我画的，所以我是个画画的。画画的嘛，就是要用眼睛看。对于就是这个工作来说，眼睛或者说观看这个感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或者说工具，甚至是我谋生的一个重要的工具。就是好像我们平时看到红色、黄色、蓝色、长方形、正方形、三角形，就是你就知道那是什么，是吧？你就不用说那是什么。但是这2年我接触了不同的残障伙伴，特别是不同类型的视障人士之后，我意识到可能看它也不是一定是用眼睛来看的，可能有时候是触摸可能有时候是像刚才我们在舞台上有这样的口述影像，然后他们听到的现场是什么样的，他们会有想象。所以这让我想到很多人应该说大部分人走路是用双腿，就走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双腿向前迈进。那在我这里可能现场也有别的轮椅伙伴，那轮椅的走它是什么样的呢？它是双轮转动向前转动，那就是走，就是我们也在走。所以同一个词
他有不同的形态、不同的解释去看它。那就是另外一个话题，就是我这个人被看啊，长期以来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抗拒的，就是显而易见了，我这样人出去总是会被人盯着看，就是我长到这么30多岁，我就特别害怕到一些人多的地方，别人大家注视，甚至有人说我的这个形象是一个回头率100%的存在。那这是个好词吗？好像一直以来我也不是很喜欢这种说法。但是久而久之了，这2年我经常外出，经常参与各种演出，特别是这样的舞台演出之后呢，我觉得好像习惯了，甚至越来越喜欢被大家看。我会用欣赏的态度去看大家盯着我看，我的舞动也好，我的姿态也好，我的肢体也好，这件事就是我觉得这也是对我来说一点小小的成长吧。谢谢。大家好，我是大姐，海报的名字叫张咏妹因为刚才我一说大姐，现在想起来海报没有大姐这个人。其实在看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呢，我在看到陌生人的时候呢，他们在用专注的眼神来看着我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好尴尬，好害怕，你们不要看我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都不知道我要做什么了。因为在被你们看着、被你们关注着的时候呢，我就会觉得我到底要怎么样做才做到我自己最舒服的样子。所以呢，我就比较不太喜欢被就是你们定定的看着我，好像感觉我好像做错事的孩子一样，好像等着你来惩罚我的样子一样。但是呢，就反过来，我就去看你们的时候，我其实也是不敢看你们那么专注的眼睛的，因为我就会在你的眼睛里面呢，其实呢，我不敢看到，就是看不到我自己，因为我在慌乱的过程当中呢，我就会去飘忽我的眼睛，去飘到你的眼睛周围的方向去了，去掩饰我的慌乱，掩饰我的尴尬。其实就像昨天晚上我们坐地铁回去的时候我就坐在有一个女性的旁边其实呢，就是小 Peter 说的，大姐，其实刚才呢有一个人一直在看着，好嫌弃的眼睛，好嫌弃的眼神。然后呢，我就说，我已经习惯了，我只要没看到你了，我就不管你了，反正我做到我就做我自己，我舒服的样子，让你们看就好了。大姐讲这个嫌弃的眼神，我想起了前2天我还在康复中，我在地铁上咳了2声，结果对面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就瞪了我几眼，然后我当时看着他那个瞪的眼神，我就立马回瞪过去，因为我觉得在地铁上每一个人他都有可能正在康复当中，而且咳嗽声也不仅只有我一个人，为什么我要遭受你干瞪的眼神？那是我觉得不公平的，所以我要瞪回他。但是关于观看，我记得我在排练的过程里面，点点会经常布置一些小工作让我们自己做，但是我每次在自己工作的时候，我就恨不得找个角落躲起来工作，因为我很害怕被观看，哪怕我可能四肢健全，但是那个观看也会让我觉得不舒服。可能有时候看的时候，是我自己在投射着一种不欣赏自己的眼神，或者是眼光，或者是视角在看待自己，所以我才更加害怕面对别人观看的眼光。Hello， 我是诗婉。然后就是我，好的，我听到有朋友说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哈。
好的，我听到了，谢谢你的提醒哈，然后我很喜欢一句话，就是心的安静才能看到自己，心的安静才能看到彼此。就是我在今天一整天我都看到我是没有安静过，就是我的心都是很慌乱的，包括我在演出前就化完妆，我都感受到我的心扑通扑通跳得好快，然后呢就是对的，不跳就麻烦了。然后就是我回来到这边的时候，就是有带着大家去做手势动作的时候，我也想要去说面面俱到的去有照顾到，就是舞台这边的朋友，还有观众席的朋友，还有视觉障碍的伙伴。但是我发现我会更紧张，更慌乱，然后呢，我就只是看到后面，就是我就回到说我先去所谓的照顾一下2位视障伙伴先，然后我就站在他们2个旁边去了，就让我自己有一点点心安定的感觉，就不要说我老是要照顾所有人，我的局限就在这里，然后我就专注做好我的，跟好我的那个1亩2分地就可以了，然后就感觉也会让我心安定一些。然后我刚刚在说看的时候，我的感觉是我全部人我都看了一下，就是也有看到伙伴是看到我就马上闪躲的眼神，然后还有跟我对视，然后又离开的眼神，就也有相互对视了好一会的眼神。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只是去看到大家，我觉得感觉又很不一样，就只是去看，然后没有评判，说大家就是为什么要闪躲，为什么这样，我只是去看，感觉也很不一样，起码我心安定了好多好多，谢谢。各位觀眾，我是圖圖。托給我掌聲啊！美麗。好，大家還記得看的動作嗎？我們剛才學的，還記得嗎？鼻子。好像大家都忘記了，好像我來檢查作業一樣。其實不是的。說起看，我覺得好像看跟角度的選擇有很大的關係。好像我現在這個角度，我是需要這樣子仰視你們，你們在這裡這樣子看我，所以我有一種壓力的感覺。那我不知道換一個高度會不會好一點？感覺上跟前2排的觀眾有一種平等的角度，舒服了一點，這樣子比較舒服。再看一下，是的，我不夠高，站不上去，好了一點點吧，就終於高了一點，就有種這樣的感覺，輪到我俯視你們，但是還是缺一點，下次找個梯子，然後挺累的，然後我還要凹一個造型，為什麼我這麼辛苦都沒有掌聲？我發現有點尬，是我太胖了凹不出來。然後我發現這個角度真的很不一樣，就好像剛才的高中低，還有一隻眼的時候，就是如果我們是這樣子一隻眼看過去，就是也是有那種被碾壓的感覺，會接受得到。
但是我们如果是这样子呢，我凹不起来，没办法。那起码我脸压前面2排观众还是可以的。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哦，可以，我还是可以碾压你的。到底是1只眼，还是2只眼，还是睁1只眼，闭1只眼？我觉得是一念天堂，一念地狱。可能睁1只眼，闭1只眼的时候，就会万水千山总是情。谢谢。有很多人问过一个问题，就是说，慧恒你看不到，你平时走路怎么看路的？其实看对我来说，可能是听，可能是触摸，甚至是闻。可能我经常，比如说走回家路上有一个面包店，那我走到了那个面包店，我就知道哦，可能离我家已经不远的距离了。还有像刚才我们坐在这里，我的手搭在图图的肩膀上，我现在搭我自己大腿，没搭你的。然后我就能感受到他的呼吸，其实这也是我看的一种方式。还有像场上，刚才我们在演出的过程中，我也能感受到大家的整个场上的气氛，大家都很认真的在看我们，我看的对不对？对。好，好的，谢谢。然后今天来看演出的都是真爱，感谢大家，谢谢。谢谢舞者们，我们7位舞者，还有我们也很棒的手语老师，他也是舞者。然后大家晚上好，然后感谢大家来看今天的演出，我是阿高表演的何其沃。今天是腊八节，然后对我来说也是将要，我把它当成是跨年了，可以在剧场里面跟朋友们在一起相聚。我废话少说，我想请我们的编舞张点玲下来，也可以跟大家见面。还有我们的排练助理小雨，我们也可以站在台上。这个作品其实因为疫情的关系，因为这个作品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断断续续的。弄了很久很久，然后我们也一直在讨论怎么样可以跟大家顺利的能够完成这个表演，最后要怎么排什么我想问一下点点，你有什么想要说一下的吗？在这个排练过程。首先感谢大家来今天看我们的演出，在这么一个时期。我们都很惊讶，今天能够在场能够坐那么多的观众，所以对于他们来说也是很兴奋的一次体验。这次这个项目作品，可能你们看过，如果之前的宣传的推送，可能也大概了解到有一个过程，就是我们分了几个阶段。
在创作的初期，其实我之前只是跟其中几位演员在其他的项目里面有过交集，可能就是见面之交。然后后来听说我们二高表演要跟共生不错舞团要合作的时候，我其实心里是一片空白的。最开始，因为我们说到残障人的时候，每个人肯定都会有一些固定的刻板的印象在这个里面。这个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环境带给我们的信息，或者说是媒体的一些宣传带给我们的一些信息，可能他们是弱势的，在这里打一个引号。但是除了这一个词以外，我对他们没有任何的认知。那我又如何去和他们工作呢？我觉得我没有办法。那所以花了1个月的时间吧，正好那段时间我在搬家，然后到处找房子，天天都在外面走。8月份、9月份很热的时候，然后趁着这个热乎劲儿，我就给他们每一个人都做了一次家访，就去拜访他们作为朋友之间去认识他们。我也提了水果不是空手而去的，很有礼貌。对，每次都买了很多，山姆会员买了很多的水果带给他们，然后就一来一回1个月我们也有去野餐也有约下午茶很高端，但是也有一块儿去逛菜市场，一块儿去做饭。我负责洗碗，我不会做，然后去品尝大姐的美食，大姐做饭很好吃。然后惠恒，我是个咖啡重度患者，然后惠恒的咖啡冲得非常的好喝。对，就在这1个月里面，我尝试着从个人的角度，而不是以编舞或者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视角去观看他们，而是看到他们每一个人。然后后来好了，要排练了，那我们想着，我把我的这1个月跟他们相处的感受告诉了我们的团队，我给他们做分享，然后就突然提到了大波头这个词。这个词对于我来说完全是新鲜的，我是重庆人，所以我不会粤语。然后大波头，他们二高分享了一首歌给我，里面有大波头关于朋友之间，告诉我这是朋友之间很好亲密的关系。然后我们也问了很多周围广东的朋友，然后解释非常的不一，也有说大波头很不吉利就是拍肩膀之类的然后打麻将会输之类的就是类似各种民间传说都在这个里面。然后但是后来我就问了我们在场的所有的演员，他们对于大波头这个词是怎么理解的，都是正向的，也正合我看到的他们的这个样子。尤其是那一天我们围坐下来，有人负责买菜、洗菜、理菜，然后打下手，大姐在忙，然后忙完了以后我们冲进厨房去帮她洗碗。好，这个时候新玉又跑过来了，新玉是另外一位伙伴，应该是坐在这里对，然后轰轰火火冲过来了，拿了一个什么东西过来这里给你。然后看到惠恒的家很干净，说怎么打扫的他们说因为他们之间住得非常的近然后他们也会相互帮忙在生活当中有人可能是帮忙去整理然后有人在生活的一些杂物上面会有一个相互帮助。那大波头就正对了他们这个关系就直接关联上这个是这个名字的由来然后刚刚你们看见的那个线上的排练是因为我们非常非常的奇特总是卡点儿被封控，然后就没有办法迅速转变方案。最开始我还想得很好剧场作品严肃有
有信息哈传递，好，我要这次整个大的，啊，结果来了就封起来了，那怎么办？我们不可能再往后推，因为我觉得大家好不容易聚在一起哈，我觉得这个事情可以做。那我们也决定尝试一种新的方式，也不叫新的方式，至少跟我以前的工作方式是不一样的，啊，就是从线上开始去工作。那我相信，如果刚刚有仔细看这个视频的朋友们，也看到了为什么会有关于家的描述，关于自己生活经历的一些描述。因为我们在被封控的期间，我们只能跟自己独处。那如何通过跟自己的独处去关联到外面的世界，去关联到其他的朋友？所以我们把这个线上的东西作为最重要的一个部分，然后成为我们创作的一个线索。我想补充一个，可能线上的，其实我们中间在讨论更多的是这个演出跟当下有什么关系啊？像刚才点点在讲的，我们如果在没有疫情之前，可能编舞都是我有个很好的想法，是天才的想法，然后有很好的舞者，我们就排一个完美的剧场的有深度的，然后学术感很强的作品，这都是好像我们过往在没有疫情的时候，我们的创作特别编舞可能是往这个方向。但是的确我们的生活离不开我们过去3年的种种的经历，那这个可能这些想法就不再是编舞为大，那我们常常在讨论作品的公共性。我听了一句很棒的话，就是公共性就是千家万户都会做的事情啊。那我们回到剧场，有什么是千家万户每个人都会做的东西啊？所以线上我觉得还挺在那个，当然，我看了好几场演出是糖果，然后我看了好几场他们排练的。演出排练什么，我都在想大伯头点 dance 点2位环抱，其实点点是芭蕾背景的，所以它有很严谨的一个学习过程，是关于古典芭蕾的。然后大伯头它是一个非常日常的行为，所以我去到前天晚上，我们看完之后，我们还在讨论究竟这个 dance 的意义是什么。它放在这一个很日常的，然后另外一个对面是个很学术感很强的，这个 dance 对我们这次的意义是什么？也许是看，我们都在日常跟权威或者是优雅、高端这些词里面，我们都在互看，就像2个朋友，也有一个我其实自卑一点，然后有人又有一些。在交流过程，其实我们相互在补充，我们在理解这个。好，又讲多了，因为太长，我还是觉得，共生不错舞团，在这次也有很多的想法跟经验，要不你们也又快速又简单又直接的，又充满学术感的来讲2句。好，大家好，我要提高一下音量。我是共生不错舞团，团长世文就是我了。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演出呢，它是由广东省产培发展基金会主办，然后乐视会广东办事处资助。然后我们共生不错舞团和二高表演一起制作的这么一个作品。刚刚就是点点跟二高也讲了很多关于这个作品是怎么来的，怎么经历了。他虽然没有讲那个艰难，虽然我这背后听到了他讲到的还蛮艰难的，对不对？我们经历了整个一个从
相当于就是说我们1月什么测核酸，然后到1月到11月都在测核酸，然后结果12月阳了，所以真的这一个段子我觉得很符合我们这个作品的一个啥哈，就是好在我们就是经历了那么多，然后呢此刻也还在，也有朋友是。不是还在，就是我刚刚要补充一下，都阳过了，对，都还在，对，我们都还在，这个很重要。对，然后就是也非常感谢大家来，然后对，刚刚慧恒也讲了，今晚能来的都是真爱，谢谢大家。我就在这里补充2句，我是共生不错舞团的建芬，因为整一个过程，其实共生不错舞团这几年一直都在跟不同的能力的人士，包括就是肢体障碍的、视力障碍的，还有一些智力障碍的朋友一起在工作。但今年很不同，就是我们尝试从自己的角度和经验跳出来，其实跟二高跟点点一起合作。但在这个合作的过程里面，其实让我看到跟我们以往经验非常不同，以及非常新鲜的一些东西出来了。就像今天有视障的朋友也在，像阿冲他们，以往我们自己做作品，可能口述影像是服务的一部分，就像今天我们的口述老师金凤，他拿着一个设备，然后视障的朋友他通过一个收音的设备，然后传到他的耳朵里面去听。但是今天这个作品其实是口述影像，就是我们的表演的一部分，但它其实很得益于就是刚才二高在讲到底那个学术的部分是什么，可能那个学术的部分其中一点对于我来说是从芭蕾的手势发展出来的那个口述的部分，那它其实很合理的存在了我们整一个表演当中，这是我觉得是既学术但同时又很生活化的一部分。所以我其实特别感谢有这一次的合作，共同的去碰撞出了一些新的东西。所以这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感触，也想看看今天视障的朋友，聪哥你们有做，包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就是如果你们也有一些想要交流和分享的，也可以去做一些交流。对，当然如果你觉得太晚了，也可以自己安排。对。我们开放1-2个交流的时间名额，好不好？啊，太好了。我要站着说吗？好，让后面的人看到。今天非常开心啊，因为我其实见证了一部分大家的这个排练，但是我最重要的是我是比较了解口述影像，所以这今天就也来到这里，很开心。第一次看到自带口述影像的舞蹈表演，真的是，这见证历史了嘛，是吧？对，其实我真的是这些年没少见证历史，中国的这个口述影像的发展也是刚刚开始而已，但是实际上人家国际上已经发展了几十年了。我们能把这个对于我们视障人来说，算是一个非常非常基础，但是也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带到表演里面来说。这种尝试既大胆又了不起，所以非常感谢舞团有这么了不起的创意，也希望大家将来在看演出的时候，如果没有口述影像，是吧，也要去给他们提建议，然后让更多的人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不只是视障人，其他人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去通过声音和画面结合起来去欣赏一个 dance。谢谢大家。在我们跟云木剧场在谈要合作之前呢，就是跟宁呆，就是戴蓝色帽子的女孩，我们有在聊，来商场的残障的朋友，在设备上面会不会对他们友好？然后，因为剧场是非常新的剧场，商场也是非常新的一个商场。然后宁呆回了一句话，我觉得好感动。他说：“其实我们没有这个经验，但是我们一定会有足够的人手来，支持你们的需求，
可能我们要在学习里面慢慢的去积累这些经验，这是那天他在讲的。那同样的，在这个排练里面，其实对我们阿高表演，对点点，对小雨，我们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我们没有接触过残障的朋友，而且是不同对象，所以我记得我们刚开始第一次要去工作室的时候，我们都很紧张，买了好多那种比如轮椅的斜坡啊什么，然后 Benson 当时还要不要帮忙，要不要帮忙，就是他满场就是慌乱啊，然后直到是慧恒还是阿静他讲不需要，如果我需要帮忙，我会叫你的。所以在整个过程里面，我想我们也是在学习。我们好像我们的生活里面，其实或者在做艺术这个过程里面，都是通过跟不同人打交道，所以就影响了我们一个新的思考，或者是又看到过去自己还可以进步的部分。所以这个演出我敢说还是有很多问题，但是不管它好不好，因为2023年重新拥抱，重新学习，管他的。OK， 晚了，感谢大家。然后我们舞者，如果你们不太累，再留下来，可能有观众有一些交流的部分，我也欢迎我们面对面私下跟他们交流。就2023年大家都重新做人。对，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大合照是吗？好，怎么合法？我们反过来就是好。同时谢谢技术的，还有我们2个技术的很棒的，一直支持我们的刘诗豪。诗豪这次也是凌晨4点起来看视频，帮我们设计灯光，辛苦。这个是大姐的刺绣。刺绣 ，Today is a good day。好的，那我要做皇冠，没动作是吧？2、3。